大家好，我是白宁，欢迎收看这期的白话汽车啊。我身边是一辆我盼了好几个月，终于拍上这么一辆车啊，是我好朋友卞亚梦收的宝马146 M3，并且经过我们的共同设计啊，把它改成了现在这个非常漂亮的样子。一会儿给大家细细的讲都改了些什么啊。这个地方啊，大家没见过，我们用这个背景吧，这是妙峰山的山顶，大概有1200多米。为什么来这儿呢？就是为了在拍摄之前，我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这车的性能，在山路上啊，在各种弯道坡路上，到底这车是和一般的146有多大的区别。首先146这车大家都不陌生啊，我们节目里都已经出现过2次，是吧？之前小杨我们收了一个146，然后历代车的时候还讲过146。那么关于146的历史啊、设计这些东西，今天就不再讲了。还是原来那句话啊，说过多少遍那句话，就是一个车型最漂亮的一个版本，绝对是它的性能版。那么146也不例外。这么一个偏向运动的车 ，M3 绝对是146全系里边最漂亮的一个版本啊。咱们来看看这辆146 M3啊。首先，因为更大的发动机啊，更大的散热量，所以它前机盖有一个凸起。我觉得这凸起是一个点睛之笔。有了它之后，这个车一下就有了力量感，有了灵魂。啊，肌肉一下就丰满起来了，然后前叶子板也比普通版的要更突出，是吧？更性感一点。这是前期的灯饰，跟那个小杨之前那个一样，带下弯的啊。这个前期版的，我觉得这灯往下一撇，叶子板一突出，那个力量版比后期的那种柳叶灯的要好得多。146还有一个版本，大家知道就叫 M3 CSL 啊，是一个轻量化的超级的版本。那么这个车我们在做它的时候，也往那上面稍微改了改。这车的前保险杠是 CSL 的，然后轮毂也是。这轮毂是真家伙啊！这轮毂是从德国飞过来的，一个轮毂将近1万块，原漆的，全新件，通过宝马的零部件体系订过来的，这质感还是非常好的，跟国内出的那些山寨件完全不一样。然后 M3 带一个侧面的进气口啊，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点睛之笔。普通的146不带这个，气场要差好多，是吧？后叶子板也带一个小宽体的，看着比普通版的要性感一些啊。我们见到这车是一敞篷版，是吧？蓝色的顶棚也是后来换的啊，我觉得跟这个蓝色车身更搭，是吧？我这个朋友从海外订过来的。然后05年的老车居然可以遥控开棚，因为我觉得这车最漂亮的角度其实还是打开棚之后。之所以这么拍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这遥控开棚啊。先摁一下解锁键，紧接着再摁一下啊，先降玻璃，然后顶棚就开始开。一个经典的布棚，前后收，然后藏在这个舱里面。它不会像现在那些硬顶折棚车一样折起来要进后备箱啊，它完全藏在这里边。完成了开棚动作，这车比原来帅多了，是吧？也不会有特别复杂的动作。就现在很多车要先把后盖举起来啊，这收一通，很简单，很经典的一个设计。这个车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会特别喜欢这条棱，就跟切过来一样，然后硬硬的一条腰线从前到后。146的造型呢，可以用真正意义上用这个词儿来形容，叫刚柔并济，就是它有非常硬的一面啊，这直直的腰线，同时它又有变化。刚柔并济，发展到一特别完美的时代。那咱看这车的特征啊，首先敞篷车，它的高位刹车灯在这儿，因为它没有这个地方放高位刹车灯，所以车标有了一点小变化啊。车标是一个小台儿，一般的146车标是在这儿的。然后这辆车呢，因为是后期版的 M3，它原厂的 LED 尾灯是有的。然后这个小尾翼其实是硬顶 M3 上有的啊，敞篷没有。但是我这个朋友觉得这个比较好看，所以也给它加了一个这个尾翼。后面的扩散器也是 CSL 的风格啊，而且从这一代 M3 开始是有这个4出的大排气的，看着特别雄壮，是吧？我们在这车座椅上发现了点好玩的小细节，敞篷车才有的。你看这儿有一个键，一前一后，这是干嘛的呢？就是如果你刚才自己开来的座椅很靠后，那么现在后边要坐一姑娘，你可以在车外面非常优雅，唰，或者就把前座往前挪挪，方便它上下，给它更大空间。包括后排的人也是。他坐在里面，他要是想下车呀，需要空间的时候，他可以自己来摁，跟现在老板键差不多。然后后头枕上还有一个细节啊，这儿有一个杠，这里面有一个跟哑铃似的半圆的东西，这是什么呢？在碰撞或者翻滚的时候，它会弹起来啊，作为一个防滚架来保护后排头部的安全。
咱们来看这车内饰啊，首先146的内饰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向驾驶者倾斜，对吧？那个年代宝马圆圆的，但是又挺有力量感的啊，挺机械直男的。首先说说 M3的区别啊，仪表带 M， 公里表的话有300，但这是一美规车，它这个大字是英仪表，带哈曼卡顿的10喇叭音响啊，这当年就有这配置了。而且这辆车的内饰的成色还是不错的，这个皮椅你看也是跟普通版不一样啊，带更大的这个裙边，筒形座椅，皮是那种特别厚的那种真皮，带 M 的 logo 啊。这辆车椅子状态不错，这是当年的原皮，保持到现在，清洗了一下还是这好状态。脚垫都是带 M3的啊，非常纯正。方向盘也是 M 独有的啊，带 M 标志，3色的线缝的，还带换挡拨片，拉丝铝的面板啊。146我们见过好几种，有桃木的，有钢琴漆的。最运动、最高成本的一种拉丝铝，在 M3档见到了，啊，这个车我这朋友还对它的内饰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优化，一会儿由他自己来讲吧。反正我认识的所有玩这种半新不老的车里，我没有见过一个比它更下本的主了。这辆车还有一个点我一定要拍给大家看，就是它的声音，啊，这个老的宝马 M 啊，这最典型的宝马的声音，什么声音呢？就是很雄壮，同时又带点嘶嘶嘶的那个机械的声音，非常非常性感。下面咱们就来打一下听听啊，我后面就不说话了，让这个收声完全收这个车的声音，大家戴好耳机，好好感受一下。特别好听吧，就是那个宝马的那种滋，然后那个机器震动你的声音，排气的声音跟任何车都不一样，那种独特的非常非常性感的声音。咱们下面开一开这个146 M3啊，开之前先干一个事儿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变速箱怎么使，巨复杂，我学了半天才学会的啊。首先这是一个2代的 SMG 变速箱啊，就是那种叫 AMT 吧，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电控手动挡啊。序列式变速箱还有一种叫法，它怎么使呢？首先这车着车的时候要放在 N 档啊，但是呢，它停车的时候要放在1档或者倒档啊，它倒档在左上，就跟那手动挡车挂档是一样的。然后这是 N， 然后前进的时候呢，你往右拨，现在是手动模式，你用换挡拨片可以换挡，或者这么加减可以换挡啊。然后如果你想自动挡 D 模式呢，还要再拨一下。显示是 D 才行，就相当复杂这个变速箱的使用啊，所以说正常的流程是上车之后，因为停车的时候是1嘛，要把它拨到空档，咱们着车，着完车之后再往右拨2下，它才是 D 档往前走啊。感受一下146 M3开起来感觉啊，首先声音非常非常好听，这种带机械感，同时有隆隆声的这种感觉，太好了。特地选了一个山路。我已经从下面开上来，现在再往下开。这车的变速箱刚才说了是一个 SMG 啊，是一个 AMT 变速箱，序列式，换挡速度有点慢，但是它这快慢可调啊，这可以调换挡速度。总体来讲比较适合激烈驾驶，适合用换挡拨片。拨片换挡的时候速度很快，很过瘾。日常市区堵停的话，它换挡会慢，会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没有那么的舒服。而且这变速箱有时候容易过热，刚才上山的时候就有点过热，有点报故障，然后后来凉了，拍了一会儿凉了就好了。方向盘呢没有想象中那么沉啊，甚至于我觉得好像比小杨之前那个320还轻点儿啊，这车开着还是挺轻松舒适的。声音和动力非常同步的感觉啊，这车是宝马 M 最后的直6的自然吸气发动机，6个节气门，它已经把这发动机开发到极限了，在自然吸气的情况下做到了3.2升啊，欧版的是343马力，升功率已经破100了啊，这是非常厉害的黄金时代的作品。这发动机低扭极好，随叫随到，感觉太棒了，轻轻一踩，这个排气的声音，包括整个功率都能起来，整体开起来还是那种充满机械感的丝丝入扣的感觉，同时动力特别强，动力强呢就能削弱146车这种特别沉重的印象。因为之前开过的146呢，如果动力不足，你会觉得油门特别沉，
就那个320那种啊，狂踩油它就走，这油门就很轻了，因为动力强嘛，你轻轻一踩就有。过弯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，属于3系的那种均衡，啊，50比50，确实是。你看在过这个弯的时候，因为我开惯911过这些弯，我老觉得这种力机器的车重心高，啊，那你能感觉到机器在哪儿。开 AMG 的时候就特别明显，开那个155什么的，就是弯速受这个重心的限制，但这车一点都没有。你基本上太感觉不到机器在哪儿，刹车也是特别棒 ，Brembo 的大刹车，效果非常的好，可以说和那些320、325、318开起来完全不是一个物种，比那个要轻盈舒适。对我来对比啊，因为同时代的嘛，我经常跟我那个911对比，它比911要更松一点，整个驾驶质感更轻松舒适一点，不像911绷得那么紧，那个就纯是踹着你往前走，你松油就这样，然后就方向盘巨沉，绷得特别紧。这个车要松一点啊，更适合日常的使用，更舒服一点。而且这个敞篷车的感觉还是挺特别的，一方面是你能被风吹，你能感受到风景；一方面你能听到车的声音。这是敞篷车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，就是你能完整的听到这车前端和排气的所有的声音，这个还挺棒的啊！我觉得是这车很有魅力的一点。我之前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喜欢它这样敞篷，但是今天仔细玩过之后，我觉得这车还挺棒的啊。总体来讲，即使这是2005年的车啊，离现在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，现在开起来依然是性能车，依然非常性感，丝丝入扣，啊，还是能给人那种100万级性能车的感觉，一点没落伍啊，这种感觉一点没有被削弱，特别棒，这车开的。这期节目的最后，我向大家隆重来介绍这车的车主啊，多年的一个好朋友比亚梦，是我认识的最铁杆的一个 Beamer 啊，曾经在宝马工作，然后这么多年一直痴迷于宝马，这回弄了这个车，这什么毛病？这宝马 M 车主先撕牌子一上来，是我们那牌子太难看了吗？这个张老师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各位网友好，我为什么要撕掉这牌子啊？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看见了吗？我是一个超级 Beamer， 我叫变 Beamer 啊。这个车牌号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46M3L。当时我选这个牌子真是费了心了啊。这个肯定很多网友会问我啊，哎，你这个还能是加长版的 M3 吗？那肯定不是呀。但这个 L 是有深意的啊。首先我要说的第一点就跟白老师有关，就是你看这颜色，这个颜色呢叫拉古纳塞卡蓝，就 L 打头的这个颜色呢，实际上是146M3独有的颜色，而且呢是特别适合敞篷的。所以我在白老师那儿，白星汽车那儿刷了一个特别好的漆，啊，这个我也特别感谢白老师。然后呢，其次 L 还有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CSL 的 L， 因为大家知道 CSL 只有硬顶版的车，那我就想实现一台敞篷版的 CSL， 所以后面的轮毂啊、前杠、后杠全都是 CSL 的风格。还有我也给大家说啊，这台车是最后一次用自然吸气直列6缸的这个 M3， 所以这个 L 代表 L6。还有就是 L 是第一次用 L 型的尾灯的3系啊。行了，这一点我就不说了，好吧？对，我全贴上啊。OK。然后呢，前脸的变化，刚才白老师也介绍过这个前杠，还有这个碳纤维的一些元素啊。其实大灯我花了不少心思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天使眼，我加了 LED 的天使眼，而且透镜我也改成海拉的透镜，这样让它的双眸更亮。白老师试车的也可以看到啊，就里边的卤素灯泡，就我开启发动机的时候，它卤素灯泡会让这台车显得特别复古。然后呢，转向灯我也改成了 LED 的转向灯，有一点现代的元素。给大家打开机盖看看吧。哎，对，打开机盖看看，这里边也有一些特别的点，也是白老师帮我实现的啊。来看一下啊。对，大家有可能一上来第一眼会好奇啊，这跟白老师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而且机舱内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改装，可能就是换了一个顶巴。大家仔细看看啊，从上到下再到外边，3种颜色。你看上面这颜色也是在白老师那儿喷的。这3个颜色是代表什么呢？正好是 M 的3色。M 的3色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也是我想实现的一个点。而且我的父亲呢，将来也会在这个隔音棉上可能做一些创作，深藏不露啊。来到侧面的话，这台车其实我
翻新的点特别多，像这些小的元素我都已经翻新过了。然后轮毂也是，BBS 代工的 CSL 的轮毂 ，LM 的风格。这个轮毂被称为是146的百搭，就怎么搭都好看啊。来到车里呢，实际上有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，有一个1:64的小车模，这是我淘到的。正好里边车的款型和颜色跟我车是一样的，特别好。我的女朋友还打算把我们俩的合影放在里边，特别有意思。然后呢，车里实际上我不想搞得太战斗，因为好多的人喜欢把146搞到里边阿坎塔拉呀什么的改得一团糟，各种碳纤维。我想敞篷车就应该是敞篷车的样子，所以说我只是把2个我不满意的地方改了。一个就是换挡拨片，原来是塑料的，又短，质感又差，换成了铝合金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从德国定制的，原来是一个塑料感特别强的排挡座，我换成了碳纤维的，这是唯一车内的一个碳纤维元素。还有一个敞篷车要听非常好的音乐嘛，原厂的喇叭其实还都不错，功放也还都不错，但是主机有点不行了。我从美国买了一个顶级的剑舞的主机换上了，那所以听蓝牙呀、听 CD 啊、听无损都没有任何问题，让敞篷的这种享受其实更好啊。然后因为整车的内饰的这个保存的非常好，所以皮子呀什么的我这都没有动，都非常好。车里大概就是这样。其实呢，有一些元素我都换成新的了，像这些整个地台上的这些塑料件儿，我全都换成新的了，而且还有在路上的，像这个左右两边的门把手都已经换成新的了，马上我要换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46敞篷 M3和它的车主卞亚梦超级 Beamer， 带大家一起感受这次伟大的修复之旅啊！这整整干了一辆基本上997的911的钱，而且是非常好的点2的钱，而且有些钱支付给你的厂子。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话汽车，咱们下周再见，再见。